要说的是白银，看一下目前的白银走势运行到了哪样一个结构，中期的上涨有没有结束，后期如果想要参与，在哪些位置可以选择进场。那其实这期视频无论对于期货白银来说，还是对于现货白银来说，它都是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展开。正式开始本期视频之前，我们先说一件事情，因为目前约稿的标的越来越多，为了优化服务，快速完成视频的制作，后期更多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B 站将逐步减少充电128和会员约稿视频的上传，但是每一天我们都会把前一天这些约稿做成的视频以图片的形式在我们 B 站的动态里发布，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或者前一天录播了哪些品种。如果你有需要，那么也可以来加 QQ 来了解这个权益和福利。另外说一点，就是大家充电之后要及时加 QQ 来约稿，因为下方的这个留言区经常难以分辨哪些是充电约稿过的和充电没有约稿过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做一下登记。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白银这是一个跟黄金属于贵金属领域跟黄金关联性比较大的品种这也是咱们的一个会员约稿。那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大结构上来回顾一下白银以往的走势。白银其实在历史当中它是出现过2次大幅的上涨。第一次是从这个1块5 1.5 美元涨到了48美元。第二次是从这个4美元左右涨到了50美元涨到了50美元。那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走势整体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目前就来到了第3次的上涨来到了第3次上涨。那这个第3次上涨从我个人角度来说还没有全部运行完毕毕竟它这属于一个所谓的这是一个月线级别的一个走势月线级别的一个走势，所以当中目前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没有完全走完。再接着之前的走势来看，那之前的这一波走势它也是出现了一次明显的5浪推动，之后呢是展开了一次深幅的调整，而且这个调整的幅度是达成预期了，盘中是跌破了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然后我们再看从50美元左右开始的这一次调整，它整体的走势它是运行的这个结构是比较复杂的运行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这是一个3波的一个形态 A 长 C 短A 长 C 短。既然这个调整结束了，那么意味着从这个 C 浪的低点开始，也就是12美元左右低点具体是在我们看一下是位于 11.63， 也就是从 11.63 美元开始，白银的价格有可能再次步入到了这样一个反转的阶段也就是推动浪的一个形态。那既然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推动浪的形态来看待，那从目前月线级别整体的一个结构走势来看，当前应该是完成了其中的第一大浪以及回撤的第二大浪。目前第3浪有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等待后续的一个细微结构的一个划分，之后还会有一个第4浪以及最后第5浪的上涨。这个第5浪的上涨可能会创之前的历史新高 49.83。 这就是目前整体的一个上行结构上行结构。新一轮的1 2 3 4，后期还有一个5。所以从这个月线级别来看，这一次白银整体的上涨走势推动浪结构远远没有结束。目前我们只是来探究一下当中的第3个主浪运行到了哪一个级别。这里我们就需要将时间调整到周期的这个周线图。通过周线图，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之前运行的这是第一大浪，然后回撤的第2大浪，到这里它是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划分周线级别的一个走势，这里先分别标注一下1、2，目前就处于这个第3浪当中。那这个第3浪我们继续细分，浪1、子浪2、子浪3当中也是出现了5个明显的子浪这是子浪3。
然后一个宽幅震荡的子浪4，目前可以说就处于子浪5当中。如果按照整体结构来看，当前我们就是处于这个3浪5当中。至于这个3浪5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我们只能继续将时间调整到更小周期的日线图。从日线图的走势来看依然可以去划分。然后这一阶段可能是一个3，其中又是出现了5个子浪5个子浪。然后目前调整应该是处于子浪4或者某日线级别的子浪4，后期还有一个第5浪的上涨，创出最后一个新高，就完成了这一波主升3浪的一个上涨这当中我刚才说到了，在次级别走势里，依然我们可以数出1、2、3、4、5个子浪所以永远是一环套一环。那从目前整体的调整幅度来说，我们这里要用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此次向下的回撤调整基本上是到位了，到了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也就是 39.50 美元左右。那此处是存在一定较强的支撑的，因此后期这个白银走势我们还是会看新的一个高点的出现这里我们先要将时间重新设置一下。接下来我们要翻回月线图再看一下后期整体向上的一个目标压力位于哪里。首先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波走势1、2、3、4，但是最后这个第5浪走势是非常长的，所以这一回有可能整体的1浪3浪整体的涨幅并不大，依然要等待最后一个第5浪出现之后，才有可能会突破之前的历史高点。因为以往的行情它会再次重复出现包括它这个结构呀，包括它这个形态但是它这个重复出现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应该变化不大。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研判一下目前这个主升3浪它的一个反弹的压力位于哪里。那这里我们依然要看一下黄金分割给出的压力目标大致是位于 40.97 也就是41美元，这是一个位置。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1浪和3浪的一个上行比例关系，用到波浪尺可以看到大致 1.382 的位置是位于43美元。那如果我要再测算一下3浪当中的3浪3和3浪5的一个比例关系，那同样我需要用到这个波浪尺。可以看到此处还有一处压力，这处压力是位于 42.50， 当前上方的关键月线压力就在 41、42.50 以及43这3个位置。那么之前说到了上一次就是上个月吧，它整体最高冲到了 39.40 附近其实距离上方的这种关键压力位已经比较接近了，甚至于可以说目前通过内部的结构子浪结构以及当前上涨的幅度，可以看到这一次整体的走势3浪虽然它整体涨幅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内部结构已经出现了5波形态，所以向上41、42.50、43都有可能是它结束的一个位置。这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思路来看的一个整体走势，除非是它能这一波走势完全站上了43，那这个时候我才可能会认定它会从目前的一个1、2、3、4、5常规的5浪推动会演变成一个9波的推动，6、7、8、9，这是后期整体走势的一个变化。所以当前我们先按照常规的思路去看先看这个41到43这个区域，后期如果过去了，那肯定我们要改变这个常规的思路，那这个主升3浪内部它就是要出现延长浪。但是当前你不能完全按照这种预期去想，因为它并没有当下的位置它并没有站上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还是只能按照常规的5浪推动的形态来看待。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这个3浪结束，后期将会面临和上一次2浪基本上相同的一个调整周期，并且这个调整周期它不会短。这里可以看到之前的2浪用到了19个月，那这一次呢大致也会有19个月到2年时间，也就是说这2年时间里整体的白银走势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
回落震荡的一个形态，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紫色段的一个四浪，这个大四浪。等这个大四浪整体走势全部结束之后，我们才会迎来最后一次这个大五浪的上涨。以上就是今天咱们通过这个大周期的波浪结构形态，对于这个白银已经把它的结构划分清楚了。刚才也是分别在月线、周线以及日线，我们都一一将这个结构说的比较清楚那目前来说的话，可能日线当中还缺少最后一个所谓的子浪上涨，也就是缺少最后一个新高出现。如果这个新高出现，走势并不强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提前考虑，它有可能会在41美元左右就提前结束了。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